最近1个月高端半导体再次成为了焦点。5月23日，日本政府正式出台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措施，将于7月23日起实施，包括光刻、刻蚀、热处理、清洗、检测等6大类23种半导体设备出口时需要获得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许可证。日本正式加入了美国的限制芯片设备出口阵营。而紧接着在24日，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表示，美国挑起的芯片之争也会令其国内半导体企业备受掣肘，或反为本国科技行业带来巨大损害。黄仁勋还说如果中国不能从美国购买，他们就会自己制造。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中国市场，我们是没有应激措施的。世界上没有另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市场不可代替。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现在以英伟达为代表的芯片公司也是不允许向中国出口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顶级计算芯片的。英伟达正在申请豁免，结果也未知。几年前我们就有感觉，接下来大国之间的竞争主线就是科技的竞争，而今年科技竞争的焦点越来越偏向新一代 AI， 比如打压 TikTok 打压的是 AI 的算法，限制英伟达限制的是 AI 更底层的算力。所以美国接下来主要想抑制的是其他国家在新一代 AI 上的能力，因为新一代 AI 能推动第4次工业革命，接下来 AI 算力仍可以持续突破， AI 应用还会再次获得巨大提升。如果我们国内要想在芯片与人工智能算力上实现突破，接下来在中国3大城市群中，谁将起到引领作用呢？答案无疑是长三角，或者说是长三角区域的核心上海。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单是上海集成电路的产业规模，去年就可以占到全国的1/4，这里汇聚了全国约40%的产业人才。全国50家半导体独角兽里，有14家来自上海，数量占到了近1/3。2021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达2500亿元，增幅为20%，这也符合上海2035发展战略的新定位。原先大多数观众都知道，上海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4大中心，而在上海的第3轮城市总体规划中增加了科技创新中心这一城市定位。在5月20号，我受邀参加了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活动就着重讨论了接下来上海将如何发力5大未来产业，加快脚步向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迈进。2022年，上海地区的 GDP 为4.4万亿，而这一年，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则达到1819亿，投入强度占到 GDP 的4.2%。在这样高强度的投入下，产出自然也相当耀眼。中国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里已经有1/3是来自上海科学家。这里有64所高校，173所科研院所，已建在建的国家重大科学装置有14座。那么在论坛上，上海提出要重点发力的5大未来产业是哪5大产业呢？分别是未来健康、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材料、未来智能。这些产业未来有哪些机会？前4大未来产业又都会受未来智能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些解读我们首先来聊聊未来健康产业。今天中国平均寿命已经达到77.3岁了，这都得益于生命医药和现代医疗体系的完善。人们对抗疾病、提高寿命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新药研发。目前世界上有上万种疾病难以治疗，只能姑息治疗。医药行业过去有个著名的双10定律，一款新药从发现到临床往往需要耗费10年时间，投入10亿美金。其实这个数据在今天已经很保守了，因为现在大型药企在一款新药的投入上已经远超这个数字，所以商业导向的药企不会轻易针对冷门疾病进行研发立项，或者说问题的核心是怎么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研发。但当人工智能可以预测几乎整个蛋白质宇宙时人们看见了新的可能。一般而言，我们生病往往是体内的蛋白质发生了突变或者代谢紊乱，药物的作用大多是在蛋白质水平上进行的。而近一年，全球在蛋白质预测上的突破速度可真的是太快了。过去如果是以模拟计算的方式得到蛋白质序列和3维结构，即使是最好的 GPU 也需要数十到数百天的漫长计算时间。但 AlphaFold 蛋白质结构预测的诞生让其用算法突破算力限制，只需要几小时就能模拟出蛋白结构，且跟传统方法比准确度还更高，是一个
公也称之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科学突破之一。但可惜这种方法只能得到静态构象，而在真实的人体里蛋白质是不断在体内运动的，运动过程中又会呈现不同的构象，这个过程依然只能用传统方式去模拟，要跑上百天的时间。但这次在论坛上有团队展示了一种世界首创的 AI 动态模拟技术，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精准蛋白动态，用算法再次突破算力的限制，这样科学家可以更高效地理解疾病发生和发展的机理，进行更精准的药物研发。而未来的 AI 还可以通过对每个病人的基因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组等生物信息的深度分析，理解每个个体的差异，通过模拟判断出药物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如何优化来提高治疗效果，实现个性化医疗，甚至更早预判病人什么时候会生病，提前进行干预治疗。另外，脑机接口也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前不久，马斯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就得到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管局的批准，可以启动人体临床实验。上海中科院、复旦和上交都有机构在研究侵入式、非侵入式的高通量芯片，能够将人脑微电波信号采集，将来可以用于治疗颈脊椎损伤以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让瘫痪人群可以重新站立行走。这种疗法离我们并不遥远，截止今年4月，在上海瑞金医院，目前该研究已入组23位患者用于治疗抑郁症，术后患者抑郁症状水平平均改善超过60%。患者自述说其实开机的一瞬间我就落泪了，感觉回来了。接下来是未来能源今年特斯拉也和上海接触，打算落地商业储能电站，并有望像当年超级工厂之于电动车企那样发挥出鲶鱼效应，更多国内企业也会快速跟进。上海用电量巨大，对电网调峰一直有很强需求，地势限制下抽水储电的方式很难流行，因此上海也引进了瑞挺时代、杉杉科技等储能企业，再加上上海本身也是中国核电产业的重要研发制造基地，比如岐山核电站大部分零部件是上海企业造的。在华龙1号、国核1号等3代压水堆、高温气冷堆、铅基堆、聚变堆等4代先进反应堆等领域，上海都具有先发优势。而人工智能在去年首次被用于控制聚变反应堆内的超高温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未来 AI 也可以针对反应堆设计和运行提供有效宝贵的见解。未来空间既包含向上探索及探月、探火、探日，也包含向下做深海资源开采。目前上海在航天与深海探采方向都有布局，集聚了一批链主企业和核心设备配套企业。中船集团总部、3大船厂等在深海资源开采、极地科考、航运装备和配套系统设备研制、基础材料和共性技术研究方面实力雄厚，而这些方向都对材料有着很高的要求，比如比较先进的飞机复合材料用量就达到50%以上，而未来材料本身也是上海5大重点发力产业之一。上海有着太多先进产业，不管是民用航空还是机器人、医疗器材，都需要新材料、新工艺的底层支撑。而 AI 对于材料产业的颠覆在于，过去材料研发是一项漫长而昂贵的工程，需要大量的试错和实验， AI 则可以对材料数据和性能状况进行大量分析，以发现全新的材料组合结构，或者是在配方优化、配方工艺仿真上辅助材料学家更高效的筛选。因此咱们回过头来看发现未来大量的产业方向都跟人工智能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未来智能方向，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都已经在上海连续举办5年了，上海有11所高校设立有人工智能研究院，算法模型方面由浦江国家实验室和多家研发机构支持。在大模型的推动下，也只需要3到5年的时间，大量制造业企业也都会结合本地数据部署自己的 AI 大模型，量产前制定更精准的生产计划，在生产端可以实时计算和考虑各种约束条件和变量，实现复杂生产环境下最佳资源分配和产线规划，尽可能的减少成本浪费和提高效率，实现制造业的柔性生产。另外未来工业机器人与 AI 的结合可以很好解决小规模的多批量柔性生产问题。今天社会上的很多机器人的设计还有很多不是针对2只手2只脚的人的运动场景设计的，
比如很多配送机器人为什么无法上楼，就是因为爬不了楼梯，楼梯就是针对两足人类而特定设计的。而人形机器人一直很难突破一个点，在于对操作对象的精准度调试，这个过程会出现非常多误差，比如视觉误差和产线积累误差等。但在 AI 系统引入后，机器人可以像拥有了小脑一样，像人一样去快速协调和适应，即使是一边端牛奶一边用胳膊肘去关门这样的复杂动作也不再需要人为提前规划。另外，当机器人接入大模型聊天系统后也会浮现出各种新的应用场景。看了上面这些分析，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理解，算力会成为比电力更重要的基础设施，而未来算力的载体，未来芯片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已经有产业基础的上海必须成为芯片之都。今年我向不同的产业专家问了无数人都关心的问题芯片的问题能解决吗？得到的仍是产业界那个经典的答案，可以解决，只是需要时间。虽说现在三星、台积电已经突破了3纳米的芯片工艺，国内目前做到了14纳米的量产，全部设备使用国产的话，关键工艺节点则是90纳米、22纳米。但国内外产业有一个不同点在于，目前国外全球顶级芯片企业依靠的也是整合全球供应链，我们希望的则是在完成突围后直接形成强势产业链。上海企业则是更多依托本地供应链，从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到材料、设备均有龙头企业布局。因为我们未来的目标是建立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有更高的产业链完备程度，可以在不依赖任何国外企业的情况下就实现芯片的自主研发和生产。而且除了硬件制造商，还有着一批软件开发者、数据供应链以及终端使用者。上海正依靠现有的集成电路跟生物医药、人工智能3大先导产业集群，向5个未来产业继续进行布局，给予天下英才，构建领军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持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